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，东汉王朝风雨飘摇，宦官专权，民怨沸腾，群雄并起，天下动荡不安。就在这乱世之中，一位出身显赫的贵族正悄然登场。他出身四世三公的世家，才智过人，意气风发，却也心机深沉，野心勃勃。他的名字叫袁绍，字本初，汝南郡汝阳县人。曾经的少年英才，曾辅佐朝政，到群雄争锋。他的人生注定与乱世纠缠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看袁绍如何从名门之后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，又在乱世中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天下。东汉末年，群雄争霸，英雄人物层出不穷，袁绍就是其中一位。袁家世代为官，曾有好几个人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。袁绍自己也位居高官，因此袁家有四世三公的美称。袁绍年少时就英勇威猛，长辈们都很喜欢他。凭着自身优越的才能，袁绍小年纪就成为郎官，随后一年升任几级官职，最后当上了濮阳县的县长。那时候他连20岁都没有。当上县长没多久，袁绍的母亲就病逝了，接着父亲也过世了。袁绍辞官回家，服丧6年。朝廷本想等他3期结束后再招他为官，但袁绍拒绝了。他在洛阳找了个清静的地方，过着隐居生活。此时的东汉王朝正处在宦官专权的时代，朝廷内外乌烟瘴气。宦官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，肆无忌惮地残害党人。贤良忠士，人人自危。袁绍虽然隐居在山林，但他对外界情况了如指掌。他暗地里和党人来往密切，尤其是党人中的代表人物，比如陈蕃和李英，党人也乐于和袁绍保持联系。遇到重大事情时，袁绍还会给他们出谋划策。党锢之祸爆发后，陈蕃、李英几次偷偷找到袁绍，请求他帮助党人寻找避难的地方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袁绍和曹操认识了，两人结成同盟，共同对抗宦官。袁绍尽可能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行动，但没多久还是被宦官们得到了消息。宦官派中常侍赵忠去警告袁绍，要他不要干预朝政。袁绍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赵忠气冲冲地回去了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汉灵帝迫于无奈，释放了关押在牢中的党人，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对抗起义军。大将军何进早就听说袁绍是个人才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何进邀请袁绍重新回到朝廷，一方面可以维持朝政局面，另一方面他打算和袁绍联手铲除宦官。何进的想法和袁绍不谋而合，两人很快成为了亲密的朋友。黄巾军在各地声势浩大，宦官专权也愈演愈烈。南中张军看不惯宦官的作为，罗列了很多罪行上书给汉灵帝，结果竟被抓进监狱，残害致死。宦官还掌控着东汉军事大权，连大将军何进调兵也要经过他们的允许。公元189年，汉灵帝重病在身，而当时太子人选一直没有确定。宦官和大臣们都想趁灵帝立太子的机会，把政权争取到自己手中。灵帝有2个儿子，何皇后所生的孩子名叫刘辩，王美人所生的孩子名叫刘协。灵帝不喜欢刘辩，觉得他学书才浅，不能担当国家重任，打算把皇位传给刘协。但中国自古重视嫡出子孙，如果让侧室所生的儿子继承皇位，大臣们一定会反对。汉灵帝愁眉苦脸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一旁的宦官猜到了灵帝的心思，便向灵帝提议把大将军何进调到外地去平定起义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立刘协为太子。然而何进并不上当，他知道宦官是故意要让自己离开京城，于是何进让袁绍代替自己出征，粉碎了宦官的阴谋。灵帝死后，宦官蹇硕企图除掉何进，立刘协为皇帝。可是何进早就做了准备，蹇硕反而被何进胁迫，只好支持刘辩登上皇位，史称汉少帝。袁绍的叔父袁伟和大将军何进同为辅政大臣。
典硕很不甘心，他时刻寻找机会准备除掉何进，却被何进找了个借口关进监狱。袁绍对何进说：“如今朝政掌握在大将军您手中，您的亲信也手握重兵，不如趁此机会把宦官一网打尽，留着他们终是个祸害。”何进一想，也对，应该把宦官除掉。于是他进宫找何太后商量这件事，何太后却不同意，因为宦官经常贿赂太后的母亲和弟弟，太后害怕宦官会把自己家人牵扯进去。袁绍得到消息后，又去找何进，愤慨地说：宦官迫害了许多忠良之士，没有谁愿意看到他们逍遥自在的样子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如果不快点决定的话，我们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但何太后的家人在中间走了，加上何进犹豫不决，事情一直停滞不前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袁绍索性自己行动起来。他鼓动何进把地方军队都调来京城，还四处招募士兵，吓得何太后和宦官惊慌失措。何太后让宦官出宫躲避，何进本来可以把宦官全部斩杀，结果手下留情，让宦官们跑掉了。宦官怀恨在心，使计把何进骗进宫，当着太后的面把他杀死。何进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后，部下们纷纷带着军队朝皇宫赶去，为他报仇。很多宦官来不及逃跑，都被当场斩杀。军队冲进来前，有几个宦官挟持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出了宫，正好遇上并州牧董卓。董卓本来是按照何进的命令带领军队进驻京城，路上打听到中常侍张让等人劫持皇帝刘辩上了北邙山，之后在北邙山下遇见惊魂未定的汉少帝，看到汉少帝就在眼前，董卓假意热情迎接汉少帝和陈留王，带着他们和军队来到了洛阳。直到后来，人们才知道董卓的真实意图，他打算挟天子令诸侯，让天下归自己所有。而此时，袁绍和叔父袁伟正在京城大肆捕杀宦官党羽，连他们的族人也没有放过。有些男子因为没有留胡须，也被当作宦官杀死了。汉少帝落入董卓手中，朝廷所有事务都要经过董卓的批准。袁绍和董卓在处理政事时，因为意见不同，经常产生冲突。为了防止董卓杀害自己，袁绍趁人不备，跑到冀州躲了起来，不再和朝廷有任何联系。